莱茵金属身为世界顶尖的军火公司，其开发的武器也是相当不弱。今天火力军就来给大家讲一款莱茵金属开发的武器，这款武器被称为 Lynx KF41， 从名字上也能看出这款武器也是 Lynx 系列中的一款。不过在性能上，莱茵金属却是对其进行了很多改进，例如在武器搭载上、防护性能上以及一些其他配置，这些在后面会有讲到。先带大家看一些这款 Lynx KF41 的基础参数。Lynx KF41 全长 7.7 米，宽 3.6 米，高 3.3 米，重量在44吨左右。在速度上，该步兵战车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70公里，最大航距范围在500公里。在装甲防护性能上，可以防止反坦克武器、中口径弹药以及一些火炮弹片等，这些基本就是 Lynx KF41 步兵战车的基本参数。下面看看它的武器配置。在武器搭载上， Lynx KF41 步兵战车配备了新型的 Lance 2.0 炮塔，这种炮塔相比前型号在各方面都有提升，例如 Lance 2.0 炮塔增强了防护性能，特别是一些关键性子系统的保护，能够有效地防护一些弹片的威胁，为其提高近战时的防护能力。另外就是在主武器的配置上，制造商为其搭载了一款新型的 Walton 35电动35毫米机炮，这种机炮可以发射莱茵金属研发的 35×228 毫米弹药系列，其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200发，可对3000米外的目标进行攻击。至于这款机炮，相比以前的30毫米机炮，它的口径更大，射程更远，在穿甲性能上更加的强悍。除了搭载这款武器外，在 Lynx KF41 步兵战车上还搭载有一挺 7.62 毫米同轴机枪，这款机枪被安装在主武器的左侧，这款机炮可用来打击一些近距离的目标，或是一些非装甲车辆，能够为队友提供火力压制。而 Lance 2.0 炮塔除了搭载这些武器外，该炮塔还拥有2个任务吊舱，这种吊舱可以根据不同任务搭载不同的配置，例如可以搭载 Spike LR2 反坦克导弹，这种导弹其性能也是非常不错，相比它的前型号，这款导弹更加的敏捷和智能化。在重量上，这款导弹全重 12.7 公斤，可以打击 5.5 公里外的装甲车辆。这款导弹也是 Lynx KF41 步兵战车在打击敌方装甲车辆的主要武器之一。除了可搭载这款导弹外， Lynx KF41 步兵战车还可以选择装备一些非视距打击游荡弹药等，并且这款炮塔除了可以使用 Walton 35电动机炮外，还可以选择使用 MK302 ABM 机炮，这款机炮全重198公斤，它的试射在每分钟200发到每分钟700发，其射程可以达到3000米。供弹方式使用的是双向供弹系统，这款武器相比 Walton 35电动机炮，它的精准度就要弱上一些，其威力也不如 Walton 35机炮。虽然如此，但现如今 Lynx 系列战车主要使用的还是 MK302 AMB 机炮，主要是因为这款35毫米的机炮是一款新开发的机炮，其性能还未得到充分验证。至于 Lynx KF41 步兵战车而使用的 Lance 2.0 炮塔有2种版本，分别为人驾驶版本和无人驾驶版本。这种炮塔它的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例如这款炮塔在电子配置很是完善，例如它搭载的也是集成激光测距仪、全景瞄准具，另外它还拥有激光警告系统、声学射击定位系统等等配置。这些电子系统可以进一步提高 Lance 2.0 炮塔的性能，并帮助炮手完成精准攻击。而在设计上和装甲防护上， Lynx KF41 步兵战车也是非常的不错。例如在设计上， Lynx KF41 步兵战车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它可将任何的基础车型以添加不同的配置，形成不同类型的车辆。例如它可以更换为救援车、装甲运兵车、指挥车等。在防护性能上，之前也有提到，该战车可以防护一些反坦克武器、中口径弹药，在底盘保护上可以防护一些地雷的爆炸伤害，并且 Lynx KF41 步兵战车所使用的 Lance 2.0 炮塔还可以防护集束炸药的爆炸。除了这些被动防护外，在其外部可以搭载一些主动防护武器，可以选择搭载一些反导弹武器，进而增强它的防护措施。而在内部空间设计上，它的主武器弹药被存放在一个单独的隔间中，
这种设计可以提高内部人员的安全，并且它的驾驶舱被设计在一个中立的空间中，也能够提高驾驶员的生命安全。至于在成员搭载上，除了驾驶的3名成员外，还可以搭载8名士兵。在机动性能上，这款 Lynx KF41步兵战车非常的灵活。除了上面提到它的最高速度和续航外，以及它的机动性能，可以通过60度的斜坡、30度的边坡，也可以跨越2.5米的沟壑。在毫无准备下可以涉水1.5米水深。在动力系统配置上，使用的是利博海尔柴油发动机。因为设计师在设计时，为了减少它的红外特征，还在发动机配置了一款冷却系统。这款冷却系统由2个冷却器组成，能够快速的降低发动机产生的热量，从而降低它的红外特征。至于这款 Lynx KF41步兵战车，在其他配置上还是非常充足的。让地标准配置设置中，就保护有空调系统、灭火系统以及核辐射、生物和化学防护系统，并且该车辆在系统配置上还能结合环境对车辆进行自动控制。此外，该车还配置了自卫保护系统，能够防止视距制导反坦克导弹的探测，并且该步兵战车在设计时还考虑了低视觉声学特种，能够大幅度的提升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并且设计为了进一步减小它的红外特征，还在主武器的枪管上安装一种防护罩。这种防护罩可以减少热能和雷达信号，降低该步兵战车被发现的概率。在操作上， Lynx KF41步兵战车指挥官可以根据步兵战车上的多功能显示器进行指挥和操作，而这个多功能显示器可以同时与炮手共享，从而提高作战效率。此外，为了加强 Lynx KF41步兵战车对战场的感知，在设计时还为其装备了全景摄像头，能够让车内的操作员加强对战场环境的分析。关于这款 Lynx KF41步兵战车，它最早是在2018年6月的时候在欧洲防务展上亮相的。相比前2年亮相的 Lynx KF31， Lynx KF41在综合性能上都有很大的提升。虽然在重量上和体积上要比 Lynx KF31大了一些，可在配置上和人员运输上都有很大的提升，更利于士兵在战场上作战。对于这款 Lynx KF41型号的战车，澳大利亚陆军对其还有一个 Land 400计划。这个计划起初先采购3辆 KF41战车进行测试，如果成功，澳大利亚会将以133亿美元采购450辆战车装备到陆军中，进而提高陆军的战力。好了，关于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这款 Lynx KF41能否应对未来战场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此外，大家还有哪些想看的武器，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视频再见。